你好，歡迎走進今天的共讀時光。今天繼續為大家朗讀林清玄的散文，題目是《愛是最好的教育》，銘記對孩子的初心。一位小學老師對我說起，他怎麼使一般小學生被改造的秘訣。他的學生在低年級的時候遇到一個非常嚴格的老師，給學生的作業很多，但給學生的評價卻很低。在這位老師的筆下，很少有學生可以得到甲，得到乙已經很不錯。有許多學生拿到丙、丁，使得學生的家長對自己的孩子都不諒解，學生對學習也逐漸失去信心了。當這班學生升到他的班級的時候，他發現學生的學習情緒很低，每天的功課也只是勉強交差。更糟的是，學生都畏縮，一點也沒有小學生那種天真的模樣。我開始把作業的最低分數定為甲下，即使寫得糟的學生都給甲下，當然好一點的就是甲了，再好一些的是甲上，寫得很不錯的，我給他甲上加一個蘋果，真的很用心，則給他甲上加2個蘋果。老師所謂的蘋果，只是一個刻成蘋果的印章蓋在甲上的旁邊。除此之外，每隔一段時間就發獎品，只要一個原來甲下的學生連得3個甲就給獎，以此類推。由於評分很寬，在每次發獎品的時候幾乎通通有獎，最小獎是一張貼紙，最大的獎是一個鉛筆盒。這種畫餅充飢的甲上加上2個蘋果，使原來拿丙、丁的學生帶回去的作業簿也有甲的佳績，學生都變得歡天喜地，家長更是開心得不得了，非常善待那些原來被認為的頑劣的子弟。從此，好像變魔術一樣，學生又有了開朗的笑容，天真的氣色，特別是每次頒獎的時候，教室就像節日盛會一樣，所有的學生全部改頭換面，成為充滿自信、容光煥發的孩子。他說，不管是什麼樣的孩子，愛是最好的教育，而表達愛最好的方法是歡喜、獎勵與讚賞。我聽了老師的話，心裡有很深的感觸。我們大多數的人，經歷了人生的波瀾後，往往會變得嚴苛、冷眼的人，在我們的內心形成許多的標準，並以這些標準來評價另一個人。這些標準用來衡量身心成熟的大人，有時都感到難以負荷，何況是對一個稚嫩的孩子。我們應該反過來想自己的一些初心。記得我的孩子出生的時候，我緊張地在病房外面等待，那時不知道會生出一個什麼樣的孩子。於是我雙手合十，向菩薩祈求，只要給我一個身體健康的孩子就好了。好不容易等到護士從裡面把孩子抱出来給我看，他先把正面給我看，說：“你看，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、手腳都有了。”然後他把孩子轉過來給我看背面，說：“屁股、屁眼也都有，一切正常，母子平安。”當時我充滿了感激的心。我們是多麼幸運，生了一個四肢健全、身體健康的孩子。大多數的父母都有過這樣的經驗，這
就是我們對孩子的初心。可惜的是，等孩子長大了，萬一功課不如人，我們就在心裡對孩子生起嫌厭的心。如果不幸的是，孩子又進入放牛班，我們就感到無望，甚至捨棄了對孩子深刻的愛。等到孩子幾年考不上大學，游手好閒的時候，簡直是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，恨不得孩子在我們眼前消失。到了這樣的時候，我們就失去了孩子剛誕生時那種歡喜的初心了。其實，我們可以把丁提升到甲下，多給孩子甲上加2個蘋果，使孩子对人生充滿歡喜與熱望。只要一個孩子有善良的心，那麼功課差一點，讀了放牛班，考了3年大學，又有什麼要緊的呢？我們自己也並不是像想象中的那麼傑出，那樣有成就。我們是孩子的鏡子，孩子也是我們鏡中的影像，雙方是互為鏡子、互為表裡的。我很喜歡《正法眼藏》中記載盤山禪師的故事。盤山久修不悟，非常煩惱。有一天，獨自走過街頭，看到一個人在肉攤前買豬肉。那人對肉攤老板說：“給我切1斤上好的肉。”肉攤老板聽了，雙手交叉在胸前說：“請問哪一塊不是上好的肉呢？”盤山禪師聽了，當場大悟。我們的孩子，哪一個不是上好的孩子呢？真正從孩子身上看見生命的至真至美的人，會發現，孩子不只配得上甲上加2個蘋果，每一個孩子都是甲上加10個蘋果的。曾經有一位家長滿臉愁容地來找我，因為他的孩子考試總是全班最後1名。我說，每一個學校的每一個班都有最後1名，如果不是我們的孩子，就是別人的孩子。但是，這孩子怎麼辦呢？其實，現在你可以高枕無憂了，因為你的孩子再也不會往下掉了。從今以後，他只有向上走的一條路。孩子是如此，我們的人生不也一樣？遇到最壞的情況，那也不壞，因為從今天起，再也不會比這更壞了，只會更好。我是環佩叮當，感謝您一同度過今天的共讀時光，咱們下期繼續。